自2023年度开始，日本防卫费大幅增长，5年内将防卫费占比从 GDP 的1%翻倍至2%。作为执行期的第2年，2024年度日本防卫费预算高达7.7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新增投入将聚焦什么领域？为增加防务预算，岸田政府拟通过增税方式增长财源。日本民意对此究竟是何态度？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上安保领域的合作，剑指何方？来看看分析。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6号透露，政府已就2024年度预算案防卫费展开最终协调，金额为约7.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56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较去年6.8万亿日元的预算增长达到13%。预算案或将在22号的内阁会议上确定。据日媒披露，日本2024年度防卫费内容包括用于摧毁他国境内导弹基地等反击能力的国产长程导弹采购费和新一代战机的研发费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使用961亿日元预算采购国产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并提前1年到2025年完成部署。针对射程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及可攻击舰艇及陆上目标的新式精密导弹，也分别编列725亿日元及323亿日元作为研发经费。此外，日本政府将于2024年度在东京成立常设机构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行动，同时还准备设立以开发划时代防卫装备为目标的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预算此前也连续10年增长，这不仅令本国民众感到担忧，也引发周边国家的关注和质疑。印尼前外长纳塔莱加瓦日前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称，日本政府一直声称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但当前日本政府增加防卫费等一系列动作，与其承诺背道而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今年5月在东京出席驻日外国记者协会活动时也提醒，日本必须意识到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努力减少挑衅。他反问，为何日本要增加防卫预算？日本为什么要重新武装？它实际上是今后也会每年累增的这么一个状态，远远超过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速啊。然后新的这个预算，因为比原来增加了很多，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各个项目的增加。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宣称补齐他们的短板嘛，实际上就是准备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战争的这个能力，提高自卫队在这方面的能力啊。值得注意的是，在防卫费预算曝光之际，日本正在东京与东盟国家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联合声明明确将加强双方在海上安保领域的合作。而在本次首脑会议期间，岸田与东盟多国举行了双边会谈，以求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16号，日本同马来西亚签署了安全援助协议，宣布向马方提供4亿日元，以支援马来西亚购买救生艇和无人机。岸田还与印尼总统佐科签署协议，日方将向印尼提供价值90.5亿日元的援助，为印尼海上安全能力的提升提供资金，并援助1艘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17号，岸田在官邸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确认为早日缔结让自卫队和非军部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而推进磋商。岸田还承诺将切实推进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为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OSA 是基于日本政府2022年12月敲定的外交和安保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而创设的机制。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预算中投入了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700万元，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作为第一梯队实施候选国。按照日方说法， OSA 隶属于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通过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志国军队或武装力量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及安保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实施的非军事领域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不同之处在于 ，OSA 更侧重提高受援国的安全保障能力，涉及军事装备。OSA 作为新的这个外援的框架
它的这个预算支出应该是从这个外务省的这个预算外援预算里支出的，所以还不是从这个防卫省的预算支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算是狭义的军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大约去年开始吧，就是日本方面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广义军费的概念，然后也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对外军事援助的这个新框架的这个预算，它是试图通过新建了一个军事援助的这个框架，把这个军援当作自己的外交的一个杠杆。事实上，岸田政府强行大幅增加防卫费，给本就不宽裕的日本财政增加了巨大压力。今年2月，岸田内阁推出防卫财源确保法案，以确保防卫费资金来源，并迅速推动其进入国会审议程序。为了蒙混过关，方案提出4项措施：一是通过出售国有财产等方式增加税外收入，设立防卫增强基金；二是把每年年底结算盈余拿来支持防卫；三是强化支出改革，削减社保开支等，以减少不必要的花费。最后一项是加税。方案含糊其辞地说，前3个办法都没能解决裁员问题时，才考虑加税。但在裁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岸田政府计划通过增税作为防卫费增长的裁员，但开始增税的时间表迟迟未敲定。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2号公布2023年度汉字为税。日媒称，这反映日本民众对岸田政府的不满。岸田文雄还在社交媒体上被批为增税眼镜男。減税を強調されます。でも皆さん、消費税を新たに増税するインボイスでたくさんの人が大変な目に遭う。減税の効果吹っ飛んで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おかし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ありませんか。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跌至16%，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下跌5%，为2021年岸田内阁成立以来该机构民调统计中支持率最低值，不支持率上升5个百分点至79%，为每日新闻自1947年7月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共同社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也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连续3个月下降，最新支持率仅为22.3%，再次刷新最低纪录。他这个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日本经济不景气，就是说是岸田内阁成立2年多呢，日本经济并没有恢复。另外，岸田内阁他就是说是叫什么这个就是朝三暮四吧，就是政策不固定，一会儿增税，一会儿又减税，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就是说左右摇摆。所以老百姓不支持他，所以我认为岸田内阁如果想挽回老百姓的信任的话，他只有就是说搞好经济，